先从外面稍微看一下这个屋子的温度，然后再进来。特别冰的是我的饮料，我承认太热了。哦，窗户外面的温度确实比较低。然后这个地方因为那个会拍的比较清楚，有一些字，所以说我就用红外线录形像拍的比较清楚，给大家看。有干扰了。衣柜里面的温度比较低，但这应该很正常吧？外面有三四个红红的点，但是没有人啊。也是不知道有没有捕捉到什么东西。因为上个礼拜的影片其实比较让我觉得诡异的地方，也是温度比较高，反而不是温度比较低的地方。就上周在沟通的时候，有突然跑出红红的东西来。好，来问题最多的2楼。对啊，外面怎么有2个红色点，温度最高了？这一间呢？测试好像都很正常。最高32.1，最低28.1。28度应该是外面的温度，有一点干扰，但没有很强。这个红外线越想象它蓝蓝一点，刚好感觉有点。不知道这风一出来，到处都是声音。那个蓝蓝的点有点像眼睛、嘴巴、鼻子，然后一直在变换，就正前方这里。不知道会不会是那个树叶的关系啊？来这边还是有点看得出来，彩色的呢，不知道。但 EVP 麦克风似乎没有太大的反应哦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想办法把它逼出来呢？最后3楼，
3楼的温度就像彩虹一样，有红有绿有蓝有黄。反而是1楼 EVP 麦克风的反应是最强大的。这里也蛮强的哦。这些呢？衣柜好像就还好。最后一件。风变大，好，红外线热显像仪的探测就做到这边为止。接下来磁场探测，磁场探测先从1楼重点探起。其实1楼反而好像没什么故事啊，所以1楼的磁场都还算是蛮稳定的一个情况哦。就黄色的算还蛮正常的，比较少到红色这里来。这个有烧过纸钱的能量反而比较强。好，2楼，这间市场最糟糕。壁虎在叫声。这间其实能量也蛮强的，都比1楼强。房间的比较强，到外面就还好。那刚刚这里红外线热显像仪好像拍到什么东西。也是蛮强的，会不会是因为靠近这里，所以说这间也还好。3楼反而比较安静。靠近露台的地方也是有一些能量的反应哦。这间就很安定。小强，这间没反应。好 ，OK， 那这样子2楼似乎比较适合做感应的地方哦。那我就在2楼来跟他们做沟通。首先，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是之前在这边喝农药走上绝路的灵体是否有在这个屋子的2楼呢？若有的话，请给我一点声音、杂音，或者是亲自回答都可以，谢谢。第二个问题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是关于这个地方啊。那一个在这边喝农药走上绝路的，是否心中还有一些怨念？因为
他的梦想破灭了，而在这个地方徘徊不去呢？是的话，请给我任何的声响都可以，谢谢。第三个问题，我想请教就是，那这个地方除了他以外，是否还有其他鬼魂存在呢？是的话，请给我一点讯息好吗？第四个，曾经有人在这个地方看到有黑影在徘徊，我想请教一下，这个黑影是不是之前在这里喝农药走上绝路的那一位鬼魂呢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有一些人看到了，就进来了，甚至在这边跟你对峙。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是你对这些人，然后后面好像踩树叶的这里，就是你对这些侵入这边人，是不是会感觉到相当的不满意？甚至会去捉弄他们，这个样子。是的话，请给我一点讯息好吗？谢谢。好，临时追加一个问题，就是各位好兄弟你们好，刚刚小弟在直播的时候，短时间直播的时候，听到外面有拖椅子的声音。然后请问一下，这是不是在这边徘徊不去鬼魂的所制造出来的一个声响？是的话，请给我一点讯息好吗？谢谢。今天沟通部分拍完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，我必须回家才知道。但是呢，我想说的就是16季了，走了大概也差不多快5年了。这一路下来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也没想过说灵异前线可以走到今天哈。点我其实还很多，但是这一季我想一集是室内，一集是户外，这样子让大家可以去了解到更多不同的地方的故事。那当然，假如有些地方不许可的话，可能是2集户外哦，这样子。或者是2集室内哦，因为还要看天气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不管怎么说，非常感谢16季大家的支持。最后再告诉大家，这室内是有 VR360的影片，那就在下周一360影片会放上来。那我们就下周一再见。记得 VR 是没有声音的，我不会讲任何一句话。想看什么地方自己转。那就下礼拜一见了，拜拜。